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是小可爱。我为什么要讲话这样呢？你们应该看标题也就知道了。因为我的牙龈就是很肿，非常的肿。我平常一点点肿，我是不至于去看医生，我是比较不看医生的人。今天真是太严重了，这是第3天，然后严重影响到我说话，我吞口水，还有我的饮食，我根本咬不到东西。牙齿你要咬这样子嘛，可是我咬到一半哦，还在悬空。这个我打到了，我就是下面的牙龈太肿了，打到了上面的牙齿，很辛苦，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去看牙医。他说要看牙医呢，还是看医生？然后刚好我的妹是读牙医的嘛，然后我就问她意见，然后刚好男朋友也在我们家，然后也是读医生嘛，然后就有询问过他们意见，然后我给他看那个发肿的牙龈。看不到吧 ？OK whatever。然后他们就建议我去看牙医，可是我很紧张。我上一次看牙医是10年前了吧，10多年前了，所以非常紧张。虽然说一年多前我有去那个 Manipur Campus 去洗牙，给学生洗牙，因为也在那里读书。可是去牙医那个 clinic 本身是已经有超过10年了，所以我非常紧张。我不知道他那个 charge 价钱，然后我是什么问题，我很怕一下子一去看就给我 charge 个500块，怎么办？我也不能一进去就说牙医你可以 charge 我便宜点吗？我没有钱，我也不可能这样说啊，他直接把我赶出去啊。所以我就有在 Insta Story 问有谁有没有比较好的介绍，然后补充。非常真心的感谢每一个 recommend 这些 clinics 的你们，每一个我都非常感谢。有一些事情其实没有开，因为这些事情其实 after 做了那些 research， 我决定去了这间Save a Smile Clinic， 是 Jacqueline recommend to me。after 做了很久的 research， 因为我自己很怕被坑，就觉得哪个你知道是 Malaysian 的心态，还是只是 customer 的心态，就是要好又要便宜。因为我问我妹妹那 market price 是多少，然后她就说 actually 很难讲 ，depends on 每个人的牙齿那个严重度。所以真的希望我的牙齿应该不会到很严重吧，我希望不会需要智慧牙吧，因为我几天后就要去出国了，就是泰国而已啦。不要说那个什么钱什么都没有换，行李箱也没有pack。我知道你们会觉得就看牙医罢了嘛，有什么好拍的，有什么好记录的？因为真的是我事隔很久了没有去看牙医，所以想说这个要好好记录一下。因为我非常紧张，所以这是我自己的记录。你们不想看的话，你们就直接关掉上面的button就好了。如果你们死都要看，然后还要 judge 的话，那就是你们的事咯。好吧，我现在就要去了，很紧张，我的呼吸困难。Let's go。Hi. I didn't make any appointment. Can I visit the doctor if no appointment? What treatment do you want? I'm not too sure because my gum a bit swollen. Gum. Yeah. 回到家了，可惜我没有拍到影片在那个 clinic 里面，因为我先跟你讲发生什么事情，还有我为什么说话会变这个样子。因为我一到的时候，我就 expect 想说帮我洗牙、帮我消炎之类的吧。我一进去呢，那个牙医就开始帮我检查牙齿，那个人很好，Dr. Nick， 他就帮我检查牙齿啊，就说请问有没有心理准备要拔智慧牙呢？哇！我完全一片空白，我一个人呢，而且我超怕痛，而且我想到我今生今世绝对不会拔掉我的智慧牙，不是因为我很疼惜它，不是因为想说我拔了就没有智慧，因为我超怕痛，非常怕痛，而且很怕那个 sudden attack 那个痛过来，打死我都不会拔，让我的牙烂我都不会要拔，就是那种程度。所以一听到他讲要给我这个 suggestion 的时候，我就 I was so not ready for it， 然后我就看着他。No， 我讲不行 ，I literally act this way no， 我就想说不行，我要拔智慧牙 ，no 你，然后我就想说有没有其他的 option？ 为什么会建议我拔智慧牙？我先跟你说，因为我就是有这个 pericoronitis， 就是说呢，我下面那个智慧牙，对不对？一部分的智慧牙被我的 gum 包覆着，然后可能就是有食物的渣还是什么，它就卡在里面，所以它就发炎，就是肿起来。What make this worse is that
我上面的那个智慧牙就打到，就每次关起来就会更严重。OK， 总之呢，那个牙医就建议我就把上面的拔掉，which 我真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然后我就一直纠结很久，我就告诉那个牙医，可是我真的很怕痛。他说你不现在做之后，你还是一直会有这种状况发生。然后我就问他，多少钱？然后就讲200块。他说200块其实还蛮 OK 的嘛，因为我听有些人拔智慧牙是有上1000块，可能那是要开刀的啦，我不知道。虽然200块很便宜，可是我超怕免费给我不要啊！因为那时候我在撸的过程中，那个牙医就坐在一边就讲，你慢慢考虑吧。那个拔牙会几久？他就讲几秒就过了，怎么可能？对，他就是给我 assurance。其实怕痛之外，因为我听过很多人讲拔智慧牙整个脸会肿啦，很痛啦，整个星期不能讲话啊，有一些还会发炎啊、发烧什么之类的。有一些我还听过拔智慧牙死掉了。我不瞒你说，我听过不少这种 case。OK， 你可以讲我没有 knowledge， 没有学识什么，可是我确实是有听过这个 case。我没有讲全部一定会死，可是确实有这种事情发生。我想说，我不想因为这一次的 decision 危害我的性命，而且我家人也没有在场来 to help me decide on this decision。重点到最后我就想说 ，OK， 我决定了。好啊，那么我就帮你喷一些东西先 before 打针。他在我右边，然后我想说，我不是很怕痛，我是很怕痛。然后医生讲没办法，所以你要不要做？就牙一咬，然后就做了，帮我喷，等一下打针的时候不会那么痛。然后我就求那牙医，你可以帮我喷越多越好嘛，越多喷多不用紧。我想说，如果要给钱 extra charges 我也肯给，可是我也把那一句讲出来，他就给我喷。那在那边等的时候，我有点想要逃离那个病房，我想说，我有一点后悔。那些护士们都3条线，不怕的，没关系的，等一下一点点感觉，我跟牙医讲了一点点感觉就是有感觉啊，除非他讲没感觉不痛，这个 means OK 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感觉，如果他讲一点点感觉就是有感觉 OK， 这不是重点。我整个是在抖，然后我就是在练筋，这个 Sukino Chan， 喂，这个筋还蛮不错，就是你很紧张还是你很害怕的时候，还是你要定下心的时候，我每一次都会练。然后可是我刚才在那边我是抖到开始冒冷汗，那个还没有开始打针哦，狂冒冷汗。第一次把那个椅子嘛抓到还好没有抓破。那医生不用抓那么紧，我很紧张，我讲你不要跟我讲话。我现在我就 literally 一直这样，一直在那边，我一直跟我牙医讲，我很怕我等下会晕倒。他讲你以前绑过牙，你怕什么？我讲那10多年前的事，你不要说，我不懂哪来勇气。我现在是超怕，我 paper cut 都会掉眼泪的那种人，我告诉你。然后这不是重点，然后过后他就帮我打针嘛，几针？他说我2针。然后我说你可以帮我打快点吗？他就讲打快会很痛的哦，如果打一次打很多的话，会有 pressure 在那边就会很痛。所以你是要打快还是打慢呢？打下去其实讲真的没有那么痛，可是是我的 mind 在那边搞死，知道吗？我就一直很怕，我真是在抖。然后那牙医就讲你不要抖，你不要动，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然后弄到我很紧张，我一直抖，然后我要念那个唱了，然后我就 Sukino 一直开始 Sukino 一直跳带，在心里默念，一直我真是要崩溃。打外面的其实还好，打里面的话会比较有感觉，确实没有想象中的痛。他就让那麻药开始见效嘛，开始散发，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我有点后悔，想说，可是想要针都打了，我不想白打那支针啊。然后就跟我开始拔了，拔的过程还有一次瞧一下位置，然后结果我拔的手指咬的还蛮痛，因为咬的还蛮大力，他就小姐，我的手指痛嘞，给你咬到，我就一直抖，一直其实没有那么痛，一下子就拔出来了，你们要不要看？等一下我给你们看，那些不敢看的人。我先告诉你们不要看哦，我要瘦了哦，直到我想 OK 瘦完了，你们才继续看好不好？我要瘦了，3、2、1。这粉红色的是我的 gum 吗 ？OK， 瘦完了。总之呢，没有到1分钟就出来了，而且出来的时候我没有发现到，在拔的过程中，因为我是那个口水会出比较多的人，还 request 那个护士小姐帮我抽口水。那个牙医就讲你可以自己吞的，我讲你不要跟我讲话，
不能一心二用。过来了，他就帮忙弄的时候，他就一边抽，有点靠近我的喉咙，其实还好。可是我自己个人比较 sensitive， 我一有东西靠近我喉咙，我就会在吐。还是我 request 要这个 suction， 结果直接把那护士手掰开。最后整个过程非常之顺利，within 1分钟就搞定了。他告诉我已经好了，叫我漱口就好了。Anyways，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那些每个你们 who recommended me or 你们觉得非常好的 dentist， 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不知道除了感谢之外，我可以说什么了。我真的很 appreciate 你们每个人，就是 actually took the effort to recommend me 呀。这些人呢，每一位的你们，我都会一一记在心里。你们以后有什么事情的话，如果我能帮忙，我会尽量帮到底。当然，前提是你要看我的影片啦。你不看我的影片，你怎么知道我这份心意呢？对不对？因为我会每一个我都会 reply thank you appreciate effort 了，我每一个都亲自回。可是我没有那么矫情说我以后会帮你，请你到底什么的，有点矫情嘛。这些话我不会说，可是在我心里面，真的很谢谢你们。就开心。最近心情真的不是很好，就是工作上有一些烦恼，不是小烦恼，还蛮大的烦恼。因为某人的关系，感觉 opportunity 在那儿，可是因为很多绊脚石，不是很多，可是那个绊脚石很大，有点纠结怎么办？所以我最近是蛮忧郁的。就有你们这些一点小小的 gesture， 就帮我这些小忙，我都觉得很窝心。世界上还有好人这样，谢谢你们。这影片就到这里啦。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把这个智慧牙就在今天8月18号，星期日，这就献出去啦。Thanks， 希望以后不会再遇到了。OK，Thanks，Happy weekend， or 只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一天。